吃完午餐后，接着要前往仙台城，然后看看伊达政宗留下来的这个城的样子，是室内。结束后呢，到负责遗址地底之森，看看这个2万年前的森林，最后再回到市区喝这个毛豆奶昔。大家好，这是2024年10月4日东北出差第6日的下午，在东北大学吃完午餐后，接着移动到仙台城的方向。从这边走过去，可以看到很雄伟的城墙，它的这个城墙的结构保持得非常好，然后它是沿着山盖上去，所以这边是蛮斜的一个坡，不少的人在这边散步。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刚刚吃饭前的雨是蛮大，现在小了很多。左边这边可以下山。仙台城是伊达政宗在160年下令建造的这个巨城，它主要是建在青叶山的这个丘陵地上。那东面和南面它是围绕着广濑川跟龙之口峡谷，所以它有一个100米断崖。地理上是易守难攻的防御优势。那这个城还有一个特色是，它是没有天守阁的一个城堡，因为它当时在建城的时候，为了向德川家康表示忠诚，避免引起猜忌，所以刻意不建天守阁。所以在这种大型的居城中相当罕见。那这边神社的这个部分正在施工，往上继续走，这里会到仙台城见闻馆，它是一个免费入馆的一个地方，它是展示本丸大广间发掘调查与模型解说。简单来说，就是他在介绍这个地方，当时他们在挖掘考古挖出的一些东西。那这里有播放影片。那墙上有介绍很多伊达政宗的故事。好，那一出来呢，就会看到右边有这个遗址，那就是刚刚讲的他考古的一部分。然后前面这边呢，就是前往这个北面，就是本丸北地史园。青叶山在这附近算是最高的山，所以可以从这边很轻松的眺望整个仙台市区。那接下来过来可以看到经典的这个一定要合照的伊达政宗骑马像。那旁边有一个石碑，这个地方叫做昭忠碑，它这边有一只巨大悬鹰，叫做金翅，象征战胜与神圣。这个昭忠碑主要是落成在1902年，纪念甲午战争还有西南战争中战死的这个日本陆军第二师主要是就是这里就是宫城县的军人。好，再来走过来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的，这个是护国神社。这个护国神社没有很老，它是1904年明治天皇请求建立的。它
它主要是祭祀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二战期间为日本国捐躯的宫城县的军警7号人员。那总共大概有5600个人。这边走是有一些食物，像这个这里的名物，这个特别的曼陀。那走过来这里是它的这个室内展区。那再来这个室内展，它是叫做青叶城资料展示室。那主要是透过实物史料，还有模型，还有大萤幕的3D 复原影像，那重现当年仙台城的真实样貌。另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仙台城 VR Go 的体验服务，就是你就使用那个体验服务以后，你就可以到现场，就是像刚刚的广场，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当年这边的城应该长什么样子，跟你现场肉眼看到的做一个重叠。这里收集了大量与仙台藩伊达家族有关的实物史料，特别像伊达政宗本人的亲笔书信，还有当年的刀剑、盔甲、文书。那还有自昌厂长当年出使梵蒂冈的这个历史路线。好，接着往山下走，天气看起来有好一点。不过因为这个坡很陡，要小心走。在这边有一个岔路，就是刚刚上山有看到的岔路，它可以下去到博物馆，不过要小心走。可以看到两旁有很明显的青苔，会很滑。不过它这是柏油路，所以也可以开车。从这里下来呢，主要会经过训门矶，就是以前的防御大门遗址。那另外还有这个是清水门矶，还有这边有一个这个泉水流淌过。那它很特别，因为它主要就是一边是自然林，保留的很好的自然林，那另外一边是墙。那顺利走下来，就会抵达这个昔日的3之湾区。鲁迅的雕像，一到这边看到鲁迅的雕像，可能会很困惑。其实它主要是因为，它是在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来学医的，很特别。在他120明旦的时候，绍兴市政府特别送给仙台市的一个雕像。好，再来是来到青鸾圣的一个特展。青鸾圣人诞生850周年的一个特展，它呢是净土真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就是展各式各样它的这个文化特展。那另外呢，这个特展看完以后，也有看这个。就是博物馆的常设展，不过都不能录影，所以只有简单拍一下照。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景点蛮值得去的，就是瑞丰殿，伊达政宗的长眠之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距离，因为它在反方向，所以我们就没有过去。到国际中心，然后搭电车。这个是八木山动物公园站，
拿东极线过来这边，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公车转乘的站。那再从这边搭公车过去，预计大概15分钟就能够抵达。但是因为我搭错车，所以我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因为下一趴还有一段时间，就到处走，顺便看看这里的街道、街景长什么样子。这里附近的一个小公园，一个社区小公园，装饰的还蛮可爱的。公车来了。早在我来仙台之前呢，就是谢博士就有分享这个地点给我看，就是在网上别人拍的影片。这是一个遗址，然后它的森林变成化石，保留在地底下。在1980年代呢，就是负责遗址这里，本来是预计要新建一所小学。那在他们在考古挖掘的时候呢，意外的挖到大概地底下5公尺深的地层，挖出异常庞大的远古秘密。他发现有古代的针叶树的树根、树干，甚至还有古代人留下来的石器碎片，还有银壶。所以他们为了要保护、永久保护这一项发现，所以他们就放弃就不要盖学校了，然后直接在遗址上方盖一个巨大的下沉式水泥建筑来保存它。所以它是刚刚可以看到它是往下走的，很特别。现场有特别标志说这里是就是例如生活远古人生活的地方，但是我是看不太懂的。然后这里是不同时代的这个地层。现场是这样子一个椭圆形的形状，然后绕一圈之后会从2楼再绕上去，斜上。这一区的展示呢，现在看到是亮灯的，那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定时15分钟。就是熄灯，然后15分钟亮灯这样子。那结束刚刚地底的部分呢，回到上面这里，这里是一个就是博物馆的样子。他在介绍当时的地层，还有他们考古出来的这些化石，动植物的化石。这个是模拟的样子。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叫负责博士的一个博士在介绍，这是一个跟刚刚一样底层的一个展示的方式。刚刚说的那个，就是15分钟会把灯关掉那个，它其实除了关灯以外，它还会投影出有这个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在现场狩猎的一个影像，在那个化石的植物、化石的森林上。是蛮震撼的一个展现方式。刚刚那个是一个重建的一个模型，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叫负责，因为它其实有蛮多沼泽的一个地形。
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区就是像公园的样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忘记分享，就是这里的门票只要460元日币，所以是非常值得的来看这么壮观的一个很巨大的一整片的画。然后呢，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非常用心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户外区。馆方呢，依照他们考古到的一些果实也好、树叶、昆虫、翅膀，还有他们得到的一些主 DNA， 然后去找到当时种植的一个植物，然后在这边做一个复育，模拟当年真正的这个负责森林应该要有的、负责沼泽区的这个应该有的样式，非常特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地方，虽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过来就只是觉得是一个森林。然后还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它是4点45就关门了。其实日本的博物馆大部分都是5点前就关门了，所以到夏天6点多快7点才天黑，你就会觉得非常困惑。那结束这个我算是我来仙台最想要到的一个地方。那准备要回去车站，那回去再来就回去我住的这个旅馆。从地理之声这里走过来，其实我本来没有想到要来这里，我主要是要到就是南北线地下铁去搭车，那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做 Lala Garden， 看起来就是 Lala Po 的一个部分，来这边，所以就来这边吃饭。后来就点了一个这个牛排，还蛮美式的一个风格。但是蛮特别的，就是不是很大，但是人也不多，就逛起来算是舒服的一个商场。那再来呢，就搭南北线的地下铁回到仙台站。仙台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车站，然后刚刚一开始有讲过。那要做什么呢？就是这有看到在2楼非常重要的唐教授一直要来的，就是毛豆奶昔。在宫城县呢，流传数百年的传统乡土料理就是毛豆泥，伊达政宗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心。那现在这个毛豆奶昔呢，就是把它与这个就是奶昔就是做一个搭配，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的饮料，然后也有很好的口感这样子。那这边有很多点心。喝到奶昔算是满足了，所以就走到现在开始走到我的住的地方。那一样，这个就走地下道过去，因为上面在下雨，然后到这个商店街这里。我住这一家，它小小的，空间不大，然后它房卡是一片纸。空间非常的小，不过住一晚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很夸张小的窗户，那就结束10月4号在仙台的冒险，谢谢大家。那10月5号呢，我将带着大家从仙台前往山形，敬请大家期待。